台湾軍と中国軍の軍事力と軍備は異なります。だから我々は非対称戦の装備に専念するのです。台湾軍の合言葉は今、ウクライナに学べ。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懒。最近我无意间刷到了一个日本电视台去这个台湾拍的视频，那叫一个精彩啊！是这个日本的 NTV 电视台跑去台湾拍他们这个军队演习。这里面那个画面和这个采访这个槽点多到我一个人看着都难受啊！我必须得跟大伙好好唠唠。你想想这个画面这个视频一开头，一个日本记者坐着一个军用飞机，咣当一下从这个台北就飞到这个台湾南边。下了飞机之后又给弄上一辆大巴车。哎，这还不算完这个车窗帘就唰的一下给你全给拉上了搞得神叨叨的跟要去见外星人似的付近には台湾軍の開発拠点も。一帯は厳戒態勢が敷かれています。结果呢，这个车开到的地方，这个窗帘一拉开，原来是拉他们去看这个台军玩他们新买的这个美国大玩具海马斯火箭炮。这个事儿其实我查了一下应该就是在今年的5月份的事儿。当时这个台军在这个屏东一个叫九鹏基地的地方搞测试。估计是请了一帮军事记者过去捧场，这个日本记者其实就是其中之一说起这个九鹏基地这个外号还挺唬人，叫台湾51区。为啥呢？因为它地方偏这个台湾自己搞的或者是从外面买的导弹乱七八糟的玩意基本都在那儿测试，所以搞得很神秘。但是说白了这个台湾它就那么大点地儿它再偏能偏到哪儿去就一个军事试验场而已。我记得这个前年好像还炸过一次。这次这个演习的主角海马斯，台军可是下了血本的2020年先买了11套，后来觉得不过瘾，去年又加了18套，这里里外外一共是29套，花了多少钱呢？新台币325亿，换成人民币差不多80多个亿我的天哪，这钱能干多少事儿除了这个炮，他们还配了这个800多枚普通火箭弹和80多枚那种贵的要死的战术导弹。这去年第一批11套到货了台军赶紧派人去这个美国学怎么用，回来就整天的练这次演习11辆车全拉出去了，准备打33发训练弹。听着是挺热闹的计划是分4流的，这个前2流每辆车先挨个打一发，秀一下这个精准度最后一流来个齐射，展示一下万炮齐发的壮观场面。结果你猜怎么样？尴尬的事情发生了。第一次齐射一声令下，11辆车里有2辆当场就罢工了，哑火了，根本就没射出去这个场面一度十分的安静估计指挥官这个脸都绿赶紧暂停鼓捣了半天，最后只有1辆车把这个炮弹出去了。这还不算完，第2次齐射又出了类似的毛病，最后补射了好几次才勉强把那33发训练弹给打完了。哎呦，你看看这连打的真是啪啪直响记者们可都看着呢这台军那个副指挥官赶紧出来解释哎呀，说哎呀，这个是信号异常，小问题。你看这个在美国专家的这个帮助下我们很快就解决了嘛，这正好锻炼了我们排除故障的能力。第一波那是讯号异常，第二波是因为讯号异常射击时是出现了装备异常的讯号，这个也是属于我们故障排除的一环。好家伙，我真是头一次听说把这个演习失败说成是增强排错能力的，这脑回路我服。岛内的网友都笑疯了说这是精神胜利法。更多的是啥呢？他们在这边吭哧的，又是哑火又是排错，这解放军的机队和舰队正好就在旁边路过。台湾防务部门说，当时我们这边出动了30多架飞机，歼10、歼16、轰6K 啥的，还有10艘军舰，这就在这个附近海域正常执行任务。估计这个台军是真怕了怕他们这个保卫各大这个位置被咱们看得一清二楚实弹射击都给紧急叫停了，赶紧把那些海马斯藏到隐蔽的地方去了。也不知道当时在这个记者团里那位日本老哥有没有观察到这戏剧性的一幕。视频里这个日本媒体还挺好心，说这个乌克兰用海马斯打得不错，台湾应该好好学学。
结果一个台军军官的回答那叫一个实在啊，他说这个大陆跟我们的军事实力差距太大了，我们还得搞点不对称作战的装备。其实翻译一下就是啥意思，就是哎呦打不过，根本就打不过呀，只能想点别的招了。好，这个火箭炮的事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你以为这就完了啊？这日本记者的下一站去了台湾东边的空军基地，采访了他们的飞行员。这一段啊，看着就有点心酸了呀。这个飞行员跟记者诉苦啊，说现在这个大陆军机几乎天天来啊，他们就得天天的紧急起飞，去监视啊，去拦截啊，去跟踪啊。光是今年的前4个月啊，这个解放军啊就出动了1200架次的军机，这飞行员们一个个都累得不行呀，身心俱疲啊。这个不是瞎说啊，因为这几年解放军在加强空中巡逻。台湾空军啊，就跟上了发条一样啊，疲于奔命啊。尤其是我们还特喜欢晚上出动啊，搞夜间实战演习。你想想啊，这个白天刚飞完，这晚上刚想歇会儿，这警报又响了，那你飞不飞？搞得这个台军啊根本就没有时间休息啊。有个飞行员在这个视频里说啊，他已经记不清自己飞了多少次了，反正就是每次都起飞，这天上遇到都是解放军的飞机啊。还有这个飞行员在这网上匿名吐槽啊，说他们白天紧急出动，晚上地勤人员啊通宵维护战机，人呀都快熬干了呀，这飞机啊也快飞散架了。这种高强度的工作，这后果是啥呀？就是没人愿意干了呀。很多有经验的飞行员啊都选择退役了。有些年轻的啊，宁可赔300万的新台币的违约金，那也要走人。这说明啥呀？说明这活真的不是人干的呀，那人不愿意干，这飞机更惨呀。那些 F5 之类的老爷机啊，这本来就老掉牙了呀。那经过这么一折腾，这个事故是一个接一个呀，这个机毁人亡的悲剧也是时有发生啊。就连他们这个当宝贝的 F16，在日常拦截任务里啊都摔过啊。有统计说啊，光是这个2019年到这个2023年这几年啊，台湾空军啊就摔了10次飞机，18个飞行员都没了。妈妈 ，F5 早晚会出问题，今天这个责任他扛了，我的孩子争气。可是军方给我的是什么？一定要等到出了问题才有人重视。长官可以接过一下。没关系。他明知道 F5 已经那么破旧、那么老旧，已经是一部可以丢在旁边废弃场的，他竟然还要每天去承受这个压力。他有孩子，他有老婆，爸爸妈妈没关系。你说这个解放军为啥要这么干呢？逻辑很简单嘛，我就是阳谋。我就是跟你搞消耗战，哎，我飞机比你多，我飞行员比你多，后勤保障也比你强，我就天天来月月来，常态化巡航，你跟不跟？你跟了，你那点家底就慢慢被我耗光了，人累垮，飞机飞坏。那你不跟，那这片天啊就是我的喽，这叫什么呢？温水煮青蛙，让你在持续的压力下慢慢崩溃。你看今年这个解放军的巡航力度啊又上了一个台阶，变成了个全天候持续施压了。有时候一天就出动50-60架飞机啊，山东号航母编队啊也会过来转一圈。这日本记者报道了这个事儿啊，估计心里也是有点担心啊，因为毕竟这几年啊我们也没少去他们家门口串门嘛。呀，这个火箭炮也看了，疲惫的飞行员也采访了。你以为日本记者这就收工了吗？不，这个奇葩的还在后头啊！他们又去报道了这个台湾的应急演练，这个演习叫城镇韧性演习，听着是挺高大上的啊，其实就是把这个以前的民安、万安的演习啊整合了一下。这演习项目啊五花八门啊，什么飞机失事了、火车脱轨了、紧急避险了、物资供应了，还有什么医疗通讯保障了，甚至还有因为这个粮食短缺，饥民变成暴徒攻击警察，然后被镇压的环节。但是啊，这个所有项目里啊，最让我无语的一个模拟场景就是什么？假设这个台湾发生了大地震，天灾人祸，一片混乱，然后这个解放军啊，趁着这个节骨眼儿出兵台湾。哎呦天哪！我当时看到这儿，真是拍案叫绝啊！你说能想到这个剧本的，那绝对是个鬼才啊！这得多小人之心啊，才能琢磨出这种点子啊！但是你别说啊，这还真是这个台湾当局啊一直担心的事儿。就说今年4月份啊，花莲那个7.3级的大地震，25年来啊最大的一次，当时30万户居民都停电了，一片狼藉啊！结果这个台湾当局的第一反应是啥？不是这个全力救灾，而是派人啊去抢救机场的8架F16战斗机。检查完了，还特意宣布啊，我们的飞机没事，随时可以起飞作战。当时大陆这边说啊，需不需要我们派救援队过去帮忙啊？他们就一口回绝，
反而向这个日本求助。同时啊，这个台军还不停的放风啊，说这个解放军的军舰、飞机啊又在靠近了，意思就是暗示这个大陆啊可能会趁你病要你命啊，假扮成什么救援队登岛，然后发动突袭。说到这儿啊，我就得给他们上一堂历史课了。还记得这个1999年9月21号嘛，台湾南投发生了100年不遇的7.6级的大地震。2400多人遇难，当时这个两岸的关系啊，可比现在紧张多了。这个解放军正在台海大规模的演习，科目都是实打实的登陆作战、特种突击，这摆明了就是在做收复台湾的实战准备啊。结果这个大地震一发生，你猜怎么着？所有在福建沿海和台湾海峡演习的解放军部队啊，立刻就停止演习，迅速撤离了。我们没有趁人之危，为什么呀？从军事上讲啊，你地震的时候，如果我打你啊，难度肯定是最低的呀。但是问题是，这个军事是政治的延伸啊。咱们跟这个台湾人民啊，那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同胞。你说在这个同胞遭遇天灾的时候，你用武力去解决问题，那收复台湾的天然正义性不就没了吗？这对于当年那支解放上海啊，宁可睡马路也不扰民的人民军队来说啊，是绝对不可能接受的。再从经济上算一笔账啊，这个时候打过去那也不划算呀。这个台湾民众受灾的一片烂摊子，解放军打过去了，这就算是仗打赢了，那灾区的百姓你管不管？后续的救灾那谁来组织？救灾的物资怎么调？钱从哪儿出？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啊。说白了，你受灾的时候就是个烂摊子，我打过去啊就得我来收拾，还得背上一个天大的道义包袱，我图啥呀？何必呢？所以说啊，也只有岛内的某些人啊，才能想出这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奇葩点子。这就跟他们有些人叫嚣着要用这个导弹炸三峡大坝、炸核电站一样，都是一种反人类的、脱离现实的疯狂想法。所以啊，你看这个日本记者这一趟下来，他给我们展示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啊？一个买了新玩具却玩不转，飞行员被活活的累垮，高层整天幻想地震来了会被偷家的台湾军队。那这一圈看下来啊，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呀，又有点感慨呀。不知道大伙儿听完有啥想法呢？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一块聊聊哦。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儿了，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